朋友们，我们老祖宗呢有一门特别神奇的学问，叫做梅花易数。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？它的内容呢揭示了宇宙几万年循环的一个规律，就好像在说，这个世界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运行。那事实是不是如此呢？其实是如此的。你看佛家也经常会有些授记，说谁谁谁在多少年后会出来，然后会做什么什么事。包括现在有些普通人，他也会做预知梦，他会提前知道一些事情。那他为什么会提前知道呢？因为未来的事情其实是摆在那里的，只不过他还没被调取出来。我经常和大家说，世界就好像是一盘录像带，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好像是在播放这盘录像带，我们看到的部分只是我们看到的播放部分，而录像带没有被播放的部分，它在不在呢？它其实是在的。包括所谓的阿卡西也是这样的原理，就是去直接读取那盘录像带的信息。不过这些呢，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已有的时空观，所以才会这么定义。真正的时空不是我们感知的这样，一切都是同时存在的，它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，而且这些存在的内容，它又按照某种规律排布。我们的老祖宗用易经八卦的方式呢，把它揭示出来了，所以用这些术数是可以算出来的。但是为什么有些算得不准呢？因为通过一些方法，比如说修行，通过改变自己的习气惯性，不再按照自己之前的读取顺序播放了，而是直接切换到了其他内容。哪怕用平行宇宙的理论来说，我们未来也是有无限可能的，而决定我们进入哪个平行宇宙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观测了事物的走向就崩塌了，未来只有一个结果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抉择影响了以后的发展，也可以理解为进入了哪个平行宇宙。所以说未来是可改的，也就是进入哪个平行宇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还是那句话，知命才可以改命。我们都具有穿梭各个平行宇宙的能力，只是要看抉择是什么，然后就会像蝴蝶效应一样，影响事物发展的走势。也许当你订阅新能量的那刻，这只蝴蝶就已经在你的世界扇动了翅膀。当然，我们今天的内容不是讲要怎样通过修行去改变我们的命运走向，这些内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讲这个预测的术，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普通人呢，并没有正式踏上修行这条路，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们该如何去利用一些方法来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呢？就拿我们开头所讲的梅花易数来说，如果想要系统的把梅花学好，需要了解和背诵的东西太多了，有些繁琐难记，不足够简单实用。所以今天我分享给大家的东西，只需要很小的精力投入，就可以在许多方面创造无数倍的回报。如果做不到这样的前提，那就是在浪费大家的生命。其实学习梅花很简单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机锋。何为机锋？你可以理解为灵光乍现的启示。比如说你正在和别人聊投资的事情，这个时候突然旁边有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过去，嘴里嘟囔着坏了坏了，那就说明这个事情不能投资。假如真的投了，那这个事情便很快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即使你不会用梅花详细推算其中的原理和趋势是怎样的，但得出的结果往往也是一样的。这种事情看起来很玄学，貌似也很不靠谱，但确实会如此。就好像老天往往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用各种各样的暗语来启示我们。以前我和大家分享过，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巧合，看似是偶然，实则都是相互关联的必然。
一切的事物都是能量场的同频共振，就像一根纽带把万事万物连在一起。许多事情都会在你意念发出的那一刻，在你身旁那不经意间的偶然事件所发出的磁场频率，就已经在启示你事物的发展了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我必须郑重地提醒你，如果有些事是你必须去做的，不论收到任何启示，你都不要去迷信于它，但也不能不重视它。如果是好的启示，虽然你可以放心去做，但也不能骄傲大意，你应该尽其所能地完成它。如果是不好的启示，你也不要过于恐惧，只是在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要急功近利，要做好风险规避，并稳着节奏来做事，千万不要好大喜功，做过于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。当然，如果有些事你是可以有选择的话，出现了不好的机锋时，建议还是另选他路会比较好。有了这样的客观认识后，我们就可以分享接下来的内容了。希望你在看完后可以分享下自己或身边人的经历，验证下我所说的虚实成分有多少，毕竟能在世上验证的才是真理。好，首先第一点，如果一个人长期沉溺于过去的损失无法忘怀，那这个人的气运就会被锁死，再也难以翻身。这就是众生的颠倒梦想。只要把颠倒的重新再正过来，比如把过去的疼痛化为斗志，那就会越战越勇，让人生更上一个台阶。这就是转念的力量。折磨你的不是损失或者痛苦本身，而是你针对他们的起心动念。第二，如果你在某一段时间呢，多次得到了与你不匹配的好运时，大概率会透支你后来的运势。如果同时你还得意忘形、大意自满，那必定之后会很倒霉。你需要做的是隐秘自己的意外好运，千万不要公之于众，并谦虚低调地不断提升自己。第三，在外出洽谈合作的时候呢，如果突然遇到一些阻碍或者让你返回的事情，那代表这个事情与你无缘，或者需要你再三斟酌其中是否有哪些纰漏，千万不能草率地笃定这个项目。第四，如果突然某个人让你觉得不安或者心怀鬼胎，那么就要对之加以防范。一定要相信你的第六感神识，它是你先天自有的天赋，在一些重大事情前是可以保护你的。第五，心神不宁、六神无主时尽量少出门，尤其是刚一出门就遇到阻碍，这代表出行不利，尽量折返回去，或者是休息1刻钟后再出发。同时，在当天要保持谨慎的心态。第六，凡是你劝不动、拦不住的，就不要硬劝。如果过于强硬，就会介入他人的因果，当他渡劫时，你也会受到波及。俗话说，佛度有缘人，连佛都不强行帮人改命，你又何必强行绑定他人的因果呢？第七，如果某个地方你刚一进去就感到难受，那就不要停留太久。不一定是这个地方不好，而是和你的能量场不相匹配，你自身会出现一些排异反应。如果同时自身运气又比较低迷，就很容易被这个地方扰乱磁场，牵着鼻子走。第八，人生运势难免有所起伏，越是低运时越不能丧气抱怨。比霉运危害更大的是霉相，消极的言论和形象都会让你雪上加霜。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这种人，那就尽量远离，否则易被霉运沾染。但如果对方虽走背运，却志气满满，气场丝毫不减，那你给他适当的雪中送炭，会在将来得到不错的回报。第九，家中的植物突然病变或人偶状的物品损坏，那就需要抓紧时间将其扔掉或者修好。这个的影响我不细说，
大家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方面的经历。第10，如果你最近的胃口比较好，吃什么都觉得比以前更美味了，那也代表你最近的运势不错。这个期间如果有些契机的话，就要把握好机会了，因为很有可能有好事在等着你。好，暂时先分享这么多吧。这些虽然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玄乎的民间经验，但背后隐藏的也有一定的规律，毕竟是大家长时间总结下来的。如果你听说过其他的，或者自己有什么独特的经历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讨论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还是要和大家强调一下，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说命越算越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不论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身边的小启示，还是在生活中去找人算命，都要注意一点，真正的命越算越薄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人知道某一个时间的运势怎么样，往往这个人的心理就会受到影响，从而以后的行为也发生影响。行为改变后，命运也一定会受到改变。举个例子，假如别人说你明年的运势很差，你的心里是不是觉得明年你什么都不敢干了，做什么事都畏首畏尾的，这也不敢做，那也不敢试？这样的你是不是会错失过很多机会？不论是赚钱的机会还是锻炼的机会，估计大部分你都会错过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没有前期的积累，你怎么会有后边的飞黄腾达？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，就算是吃成胖子，前提也得是有个好胃口。再假如别人说你明年运势很好，放开手去干吧，大部分的人信了这句话后的行为，是不是就该尝试着冒险了？心里觉得反正有上天的眷顾，觉得做什么都能赚钱，做什么事都能成，于是做出各种投资、各种开支，甚至借钱贷款去冒各种风险，觉得反正老天会特别眷顾他，他便各种肆无忌惮了。前者来说，规避风险是应该的，但绝对不是消极的什么也不做了。而且哪怕在运势不好的年份，其实也藏着很多机会，有些不是当时马上就能获得收获的，也有一些是需要你去种下机会的种子，等来年收获果实的，也有一些看起来是当时不好，但是后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。对于后者来说，运势好的年份并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好事。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很多人往往把赚钱放在运势的第一位，认为只有财运才是好的运势。但其实运势分为很多种，比如贵人运、事业运、桃花运、婚姻运、成长运、学习运、子女运等等，这里边都是要具体分析的。运势就像我们的太极图，属于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运势低迷的时候，往往也会有一些机会；运势高涨的时候，往往也会有陷阱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